你是不是經常有一種錯覺，覺得自己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揮霍，等我有錢了再去做喜歡的事，等我不忙了再去陪愛的人？但你有沒有想過，時辰從來不看你的行事曆。當你把時間大方地分給無聊的會議、沒營養的社交和滑不到底的廢片時，你其實是在親手簽下自己生命的割讓證明。斯多葛大師塞內卡會直接戳破你的幻覺，你不是活得太短，而是浪費的太多。今天我要教你這套2000年前最強的時間駭客系統，幫你精準識別那些在你生命中裝模作樣的口袋竊賊，讓你從現在開始，每一秒都活在自己的主權之下。Welcome to Origin Vance。嗨，最近好嗎？我是 OV，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歡迎來到 OV 的原理游俠之旅頻道。如果今天我告訴你，有一個看不見的小偷，每天神不知鬼不覺地從你的銀行賬戶裡面固定抽走1萬塊錢呢？哇，那我絕對是立刻報警啊！搞不好半夜還拿着棒球棍守在提款機前面跟他拼命吧？對嘛，你肯定跟他拼了。但是殘酷的現實是就在現在，有一樣比金錢貴重1萬倍的東西正在被無情的偷走，而你不但沒有報警，你甚至還親手把金庫的密碼雙手奉上。這聽起來很像我們現在每個人的生活寫照。真的，特別是活在2026年的現在，我們每天一睜開眼，馬上就被無數的通知啦、短影音，還有那種回不完的工作訊息轟炸。我們就像是在那個跑步機上狂奔的倉鼠，一路跑到深夜，癱在床上的時候，突然感到一陣窒息，想說：為什麼我今天忙了一整天，卻覺得自己什麼真正想做的事都沒做？沒錯，這種在高速運轉中卻感到無力跟空虛的狀態，已經算是現代人的集體絕症了。面對這種資訊超載，我們直覺的解法通常是去下載最新的時間管理 App， 或是嘗試某種新的番茄鐘工作法之類的。沒錯，買一堆手賬本，結果寫2天就不用了。對，但從底層邏輯來看，這就像是給一個漏水的桶子瘋狂加水一樣。我們真正需要的其實不是更多的管理工具，而是要徹底顛覆我們對時間這個概念的認知。OK。Let's unpack this。好，我們來拆解一下這個概念。為了解決這個現代病，我們今天不找什麼硅谷的科技巨頭，我們要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時間手術。聽起來是個大工程。絕對是。而主刀醫生呢，是2000多年前的羅馬皇帝道師，10多個學派大師，堪稱時間管理教父的塞內卡。他那柄振聾發聵的論生命之短促，絕對不是什麼沉悶的哲學說教它其實是一份非常硬核的生存指南。對，就是要教我們怎麼從這台貪得無厭的社會角落機裡面把我們的命給搶回來。其實塞內卡身處羅馬帝國最奢華、權力鬥爭最劇烈的核心，他早就看透了人類在運用時間上最荒謬的盲點。要解決你剛剛提到的那種窒息感，我們必須先拔除大腦裡最大的一個錯覺。什麼錯覺？我們覺得時間不夠用嗎？就是我們總抱怨生命太短，但塞內卡直接戳破這個盲點。他說，並不是我們擁有的生命太短促，而是我們荒廢的太多。等一下，這句話聽起來很像那種長輩圖上面的金句，但我必須替大家提出一個現實的挑戰。你說，你想想看，我們每天光是應付工作、通勤、回復那些主管跟客戶永遠回不完的訊息，就已經精疲力盡了。這怎麼能說是我們主動去荒廢的呢？我們明明就很愛惜生命啊！但你真的愛惜嗎？當然啦，如果今天有鄰居想占用我家花園一小塊地，我肯定馬上找律師告他，或者蓋個超級高的圍欄。但為什麼當別人來占用我的時間，也就是實打實的壽命的時候，我們卻大方的像個聖人一樣隨便人家拿？ What's fascinating here is， 這裡最引人入勝的是，人類在面對有形財產跟無形時間的時候，大腦的防禦機制存在着極度的不對稱。不對稱怎麼說？你的花園被占用，你的銀行數字減少，這些都是視覺化、可量化的損失。大腦的杏仁核會立刻拉響警報，告訴你遇到危險了。會有實質的痛感。但是時間的流逝是完全隱形的。
你看不見生命每一秒鐘從你皮膚上剝落的樣子，因為看不見，我們的大腦就產生了一個致命的認知偏差，就是誤以為時間是無限資源。哇，所以這就像是我們在2026年簽了最頂級、超高頻寬的6G 網絡，明明擁有這麼強大的資源，結果我們拿來做什麼？拿來無限滑動那些社畜動態。對，拿來載入一堆毫無意義的廢片，去刷新那些我們根本不在乎的人的動態。塞內卡如果在現代，他一定會指着我們的手機熒幕使用時間大罵說：“兄弟，你不是沒時間，你根本是個時間大冤種。”時間大冤種這個詞蠻精準的。但這就讓我很好奇了。既然我們不知不覺把命都送了出去，那我們到底都是送給了誰呀？難道就只是送給了手機螢幕嗎？手機其實只是一個載體而已。塞內卡在書中做了一個極其銳利的分類，他把人區分為閒暇者跟忙碌者。忙碌者，大家現在都很忙啊。但這裡的忙碌者，也就是 occupied freaks， 並不是指那些為了溫飽或是崇高理想在奮鬥的人。它是指那些把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在瑣碎的外在事物、社交面具上，卻完全無視自己內在靈魂需求的人。哦，也就是瞎忙的人。沒錯，他們看起來行程滿當，行事曆都排滿滿的，但內在卻是完全空洞的。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最有趣的地方來了。你說的這個忙碌的白痴，簡直就是現代社會的標準模範生哎。怎麼說？你想想我們2026年的時間垃圾清單就知道了。為了維持某種人設，去參加那些你根本不想去的應酬，或者在 Threads 上面，為了一個你這輩子都不會見面的酸民，大戰300回合。為了毫無意義的爭吵，消耗生命。對啊，或者為了幾百個讚，花2個小時在那邊修圖，陷入嚴重的容貌焦慮。但在塞內卡眼中，這些人到了臨終前才會驚覺，自己這一輩子只是存在過，從來沒有真正活過。這個落差真的很令人感慨。可是我們為什麼會集體陷入這種瞎忙的狀態？難道大家都有被虐狂的體質嗎？ If we connect this to the bigger picture， 如果我們把這個連接到更大的格局來看，你會發現背後的機制其實非常冷酷。怎麼個冷酷法？現代的商業模式和演算法，本質上就是建立在榨取你的注意力之上。系統是刻意在制造人工的稀缺性，還有那種錯失恐懼症，也就是大家常說的 FOMO。對對對，就是那種如果你不馬上回那則訊息，或者沒跟上最新話題，你就會覺得自己要被邊緣化了。沒錯，這種盲目的忙碌其實是驅動消費的最佳燃料。當你沒有時間停下來審視自己的靈魂時，你就會試圖用購買更多商品，追求更多網絡上的點讚，來填補那種空虛感。哇，所以演算法等於是害盡了我們害怕被孤立的生物本能哎。是的，它把我們變成了維持龐大社會機器運轉的無償耗材。真的太扯了。這已經不是什麼時間管理的問題了，這根本是靈魂的保衛戰呢。我們等於是把命運直接交給了演算法去宰割。所以塞內卡才會警告我們，不要輕易交出時間的控制權。而且我還發現一件事啊，就是很多人在這種瞎忙的絞肉機裡面，會給自己塞一種很像安慰劑的東西，叫做等未來。哦，這很常見。最經典的句型就是等我忙完這一陣子這個大專案，我就要好好陪家人，或者等我存夠頭期款，我再來學我最愛的吉他。最常聽到的就是等我65歲退休，我才要開始真正享受人生。這正是塞內卡認為最愚蠢的一種交易。為什麼愚蠢？這不是很有規劃嗎？因為把生活延後，就是在跟死神簽空頭支票啊！人類有一種稱為未來折扣的認知缺陷。未來折扣？那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們會把未來的自己當成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然後把自己現在不想面對的重擔全部推給未來的那個你。但是你憑什麼保證你還有明天？哎，這句話很重哎。確實很重。你憑什麼認為把生命中體力最好最精華的前50年拿去忍受痛苦，然後把最後剩下體力早就衰退的幾年拿來生活，這是一種理性的投資？說到這裡，我真的必須借用一下橘貓的斯多葛智慧了。橘貓？你說路邊的貓嗎？對，
你有仔細觀察過路邊曬太陽的橘貓嗎？如果橘貓現在覺得困了，想睡個午覺，它絕對是就地倒頭大睡。哈哈，確實是這樣。它的大腦絕對不會去計算說，哎呀，明天下午2點的陽光角度可能會更完美，我先忍着，等明天再睡。不可能嘛？貓沒有這種未來的概念。對橘貓來說，現在打在它身上的這束陽光，就是它唯一擁有的真實。我們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有很發達的前額葉皮質可以去規劃未來，結果反而被未來綁架了。在面對時間的智慧上，我們居然連一隻貓都不如啊！因為貓沒有前額葉去虛構一個還沒發生的未來，所以它們精通生物學上的活在當下。真的，貓才是斯多葛大師。This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這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真正的時間駭客絕對不會依賴不可知的明天。那他們依賴什麼？塞內卡提倡的斯多葛觀念是，將每一天都視為完整的一生。早晨的日出就是你的出生，晚上的入睡就是死亡。哇，把一天當作一輩子來過。沒錯，你必須在這一天之內活出你想要的圓滿，而不是一直把它當成通往未來的某種墊腳石。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所以這一切代表什麼呢？如果我們不能把希望寄託於未來，必須在今天活出圓滿，那我現在想請你暫停一下手邊的事，我們一起來做個蠻殘酷的思想實驗。聽起來很有挑戰性。對，如果現在我們把你身上的職稱剝除掉，把你對老闆的 KPI 責任剝除掉，再把你為了討好這個世界而戴上的各種社交面具全部剝除掉，把所有的社會角色都拿掉。沒錯，你誠實算一算，你每天24小時裡面還剩下多少時間是完完全全屬於你這個純粹自我的？這個思想實驗的結果通常會讓人覺得不寒而栗。為什麼？因為剩下的時間太少嘛。對，當你剝除這些社會賦予的角色之後，如果留給純粹自我的時間趨近於零，這代表你其實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你只是一個容器。一個容器，裝別人的期望嘛。沒錯，你的人生變成了別人夢想的墊腳石。這世界的企業股價、社群平台的100億市值，就是建立在消耗你的生命基礎上。天哪，這聽起來太痛了吧！你用自己的壽命幫別人建造了羅馬，卻沒有為自己的靈魂留下哪怕一坪的棲身之所。我懂你的意思，但這聽起來太讓人絕望了吧？我總不能明天一早衝進辦公室跟老闆說，老闆，為了我的靈魂我不幹了，然後就在家裡等着餓死啊。那當然不行，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的生存問題。對嘛？既然我們發現自己深陷在這個泥沼，在2026年這個充滿干擾甚至逼着你瞎忙的世界裡，塞內卡到底給了我們什麼具體的防禦機制？我們到底該怎麼把時間的主導權搶回來？別擔心，塞內卡留下了3個非常有實戰價值的躲命策略，我們一個一個來拆解。好，快救救我們！第一個策略是什麼？第一個策略聽起來會有些反直覺，叫做預演不幸。預演不幸，也就是每天早晨醒來的時候，花1分鐘想象，這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去設想所有可能發生的壞事。等等，這也太悲觀了吧！我一大早起來，不聽點激勵人心的音樂就算了，反而要去想自己可能會死，或者會遇到各瑣碎事，這不會讓我一整天都陷入憂鬱嗎？這就是大家常誤解的地方。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這完全不是為了讓你憂鬱，而是為了重置你的資源稀缺性認知。資源稀缺性認知，這要怎麼運作？平時，我們的大腦會對微小的摩擦產生過度的皮質醇反應，也就是壓力荷爾蒙。比如捷運誤點啦，同事的一句酸言酸語啦。哦，對，我就會氣一整天，想說他憑什麼那樣講話？沒錯，但當你主動進行預言不幸，把死亡這個終極危險拉到眼前的時候，你的大腦會瞬間明白，時間是絕對稀缺的。哦，我好像懂了。就會產生一種強大的對比效應，你的大腦會自動過濾掉生活裡90%的垃圾情緒，那些原本會惹怒你的瑣事，在死亡的背景下根本構不成任何威脅。真的耶，如果我一想到下周可能就要掛了，誰還管那個無聊網友在貼文底下留什麼廢話啊？沒錯，這是一種極致的清醒劑。
它讓你只把精力投資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這招真的夠狠，但我喜歡。好，那過濾掉垃圾情緒之後，第二個策略是什麼？我該怎麼填補省下來的這些時間？第二個策略是建立安靜的城堡。塞內卡強調，每天必須為自己保留一段與外界徹底斷聯的閒暇，去閱讀經典，與歷史上最偉大的靈魂對話。可是現代人連5分鐘不滑手機都會恐慌發作誒。如果我每天消失1個小時都不回訊息，我不怕錯過什麼重要資訊嗎？這種躲進城堡的做法會不會太逃避現實了？這絕對不是逃避，而是一種非常高階的時間擴展技術。時間擴展聽起來很科幻。當你在那1個小時內斷開網絡，翻開一本經典，你實際上在進行時間套利。時間套利，用時間賺時間嗎？可以這麼說，你用自己短短的1小時吸收了某個偉大思想家，像是塞內卡，他花了一輩子才參透的智慧。這就打破了線性時間的限制，讓你借用了別人的壽命來豐富你自己。哇，把別人的智慧借過來變成自己的內功，這報酬率比買任何加密貨幣都要高得太多了吧？沒錯，在一個所有事物都追求碎片化、短暫刺激的時代，這種深度的非線性的連結，是你重新校準內在羅盤，保護靈魂不被演算法撕裂的最強堡壘。太棒了！好。躲進城堡充飽電之後，我們終究還是要面對外面的真實世界嘛。這就來到第3個，也是我覺得最難執行的一個策略。你是說拒絕瑣事的誘惑？對，這超難的。塞內卡有一句非常強悍的金句：保護你的閒暇，就像保護你的金庫一樣。當面對別人的請求時，你必須在心裡先過一道安檢門。安檢門要問什麼？要問自己，答應這件事情是在幫助我的靈魂成長，還是在幫別人填補他們的空虛？當我必須再次提出一個現實的挑戰，在2026年的職場，如果今天老闆丟給我一個毫無意義的行政瑣事，我直接跟他說：“抱歉哦，老闆，這無益於我的靈魂成長，我拒絕。”那我明天絕對就直接被開除了吧？哈哈，當然不能這樣說。This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這引出了一個非常現實且關鍵的問題。對啊，我們到底該怎麼在保護時間跟保住飯碗之間取得平衡？斯多葛學派並不是要教你變得白目或者充滿攻擊性。保護金庫的重點在於確立你的核心邊界，而不是拒絕所有的社會互動。那具體在職場上可以怎麼做？在職場上，你可以用更優雅的方式去談判時間。比如，你可以說：“老闆，我很樂意接下這個任務，但這會排擠到我正在為公司處理的另一個核心專案。您希望我優先處理哪一個？”哦，把選擇權交還給他。沒錯，這是在展示你對時間價值的重視，也是在保護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單純的抗拒。真的很高招誒。真正的重點在於，對於那些非必要的社交、無意義的討好，你必須具備說不的勇氣。如果你不敢拒絕別人，那就等於把金庫密碼直接寫在腦門上，任人提款。太精彩了！原來優雅的說不，才是對自己生命價值最基本的尊重。回顧我們今天這場深度的時間手術，我們從塞內卡身上真正學到了一件事，也就是生命長度的重新定義。對，真正的長壽從來就不是你活了80歲還是90歲，而是你清醒的、有意識的擁有了多少個瞬間。如果你每天都在渾渾噩噩、盲目奔波中度過，那你並不是活了10000天，你只是把同一天重複了10000次。沒錯，那種日子太可怕了。的確，幸福與圓滿不依賴於生命的長度，而依賴於時間的密度。當你在今天結束、準備就寢的時候，如果你能誠實地對自己說：“我已經活過了我最想要的一天，我沒有把最重要的事推遲到明天”，那就沒有遺憾了。是的，那麼即便明天不再到來，你也已經徹底贏過了時間的限制，把生命的主權奪回來了。說得太好了，親愛的朋友，作為你們的遊俠導遊 OV， 我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的一點真心話。我知道在2026年的現在，這個世界會用各種五花八門的方式來恐嚇你。系統總是希望你感到焦慮。對，他會告訴你，如果你沒跟上什麼最新趨勢，沒立刻回復那則訊息，你就會被邊緣化，你會被這個社會淘汰。他會想盡辦法把你壓榨成一塊墊腳石，去支撐那些虛無縹緲的流量和別人的期待。
但是聽完塞內卡的智慧，我們必須徹底清醒過來。時間一直都在你自己手裡。沒錯，從今天起，請停止抱怨時間不夠用，因為時間一直都在，只是你沒有把它留給自己。把你的注意力從那塊發光的手機螢幕移開，從演算法的牢籠，從別人對你的各種期待中大步抽離出來。你必須學會對自己的時間自私一點，這是必要的自私。去愛你真正想愛的人，去思考那些觸動你靈魂的問題，去感受吹過臉龐的微風，去真正的揮霍那些只屬於你的秒數。請永遠記住，你的生命是用來存在的，絕對不是用來交換薪水或點讚數的。我們一開始說，人生像是一場還沒看清風景就衝進黑暗隧道的火車，但現在你可以掌握方向盤了。沒錯，現在你已經掌握了走進駕駛艙，按下剎車，甚至改變軌道的能力。在我們結束這場時間手術之前，我想請你做一個最誠實的自我合賬，這也是今天留給你的一份深刻思考作業。回顧昨天一整天，有哪一個小時是你覺得完全被浪費在別人的意志上，讓你感到無比空虛的？把它找出來。對，找出來。如果今天你要把这個小時強行從死神手裡搶回來，你打算拿着珍貴的60分鐘來做哪一件你一直推遲的，對你自己靈魂真正有益的事情？原理游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更是我們的歸宿。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超級感謝！我們在一起冒險體驗這個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朋友，我們下一場旅程見，期待與你相見。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友家夥伴，可以開始訂閱。